医美脸在导演选角的时候，基本上都撑不过第一眼。为什么呢？这不是歧视，也不是在这边道德批判，而是电影这门手艺的规律决定的。那么今天就让我带你走进选角室，来揭秘导演到底是怎么进行选角的。Nice。那首先我必须要解释清楚，为什么医美脸在镜头前是个灾难呢？这跟你生活中好不好看完全没有关系。导演选角看的第一眼是上镜头性，这是法国早期电影理论家德吕克提出的概念。简单的说，就是你的脸和摄影机之间有没有化学反应。生活中再完美的脸，镜头都不一定买账。为什么医美脸吃亏？那是有2个致命的原因。第一，光影结构被破坏了。电影是光影的艺术，好的电影主角需要有骨相支撑，清晰的下颌线，有阴影的眼眶等等，这些结构在镜头里能够产生层次。但填充物把面部变成了平整的方便馒头，光打上去没有阴影，没有层次，像一张平面白纸。第二点就是微表情被消灭了。电影的特写会捕捉你眼角最细微的面部表情，包括嘴角的微颤，但肉毒素让肌肉僵硬，填充物会让表情受限，演员想哭，脸却不听使唤。导演要的是有瑕疵的真实，而医美追求的是无瑕，这恰恰是电影上镜头性的敌人。记住这句话，镜头不需要完美，镜头要的是会呼吸的脸。如果脸在镜头里活了，才过了第一关，导演看的第二眼就是身体。很多演员以为表演就是憋情绪啊，比如想伤心事让自己真的哭出来，这是天大的误解。斯坦尼斯拉夫斯基晚年就提出了身体行动法，不是先有感再动，而是反过来，你先让身体做对的动作，情感会自然而然的跟上来。比如去演一个刚失去亲人的人，不是硬想自己有多难过，而是让身体先进入状态，肩膀微微缩起，呼吸变浅变轻，眼神不聚焦，手指无意识的摩擦衣角，身体动作一旦对了，悲伤不用演，这种感觉这种情绪自然而然会冲进来。那导演看的第二眼就是这个演员懂不懂，角色不是演出来的，角色本身就住在你的身体里面。很多演员上半身拼命的去演戏，下半身却像插了根电线杆一样的，走路是现代人的走路，坐姿是城市人的坐姿，跟角色完全没有关系。斯坦尼管这个叫做没有完成形体塑造的演员。导演一看就知道，这人只准备了台词，没准备身体。台词可以表演，可以骗人，但身体在镜头里比嘴诚实10倍。这些都过关了，现在才来到你们最关心的演技。但是导演第3眼看的不是演技好，而是他是不是真实。演员最怕的不是没演技，而是眼影大。一开机浑身是戏，每个毛孔都在喊快来看我多会演，但导演心里真正想要的恰恰是没有表演痕迹的表演。像这一点，引入陈烟就是最好的例子。海清作为职业演员，在这部电影里做的第一件事不是演，而是去演员化。他晒黑、增糙、磨掉所有表演痕迹，甚至让自己看起来笨拙。因为他要的不是让观众夸海清演的真像农妇，而是让观众忘记海清，看到的就是那个土地上的女人。而男主角武仁林是个彻彻底底的素人，他是一个真正的农民，他没有任何的表演技巧。但正因如此，他的脸和身体就是像空的容器一样，没有预设，没有雕琢，角色的灵魂可以直接入驻进去并表现出来。太满的脸装不下角色的灵魂，太满的表演容不下观众的相信。医美脸的问题本质上和眼影太大是同一个逻辑，都是人工过度的雕琢。一张被设计过的脸和一种被设计过的表演，在导演眼里同样致命，因为他们都太满了，没有留白，装不下角色的灵魂。所以导演选角的过程，他从来都不是场选美比赛。导演真正在寻找的是一个独一无二的灵魂样本。我们需要的不是一张毫无瑕疵的画皮，而是一片能够让角色的灵魂栖息、生长、丰饶而真实的土地。这才是电影的审美。它告诉我们，你的独特远比你的完美更有力量。你脸上的那道法令纹，那个不太对称的眼睛，或者那个走路稍微外八的习惯，可能正是某个导演寻找了3个月的上镜头性。